也是玩得惊天动地。不过把杨紫和白鹿放在一起，重点就暴露了。众多良心剧改编自 IP， 但出作品质不保证。但 IP 的知名度和标志性确实比原创作品的话题度高。考虑到所有因素，假设第一个文本可以访问人群，可以提前讨论投影和情节功能。更重要的是，如果它是一个独特的内容，那么所谓的艺人粉丝和第一本书粉丝之间实际上不会发生战斗。于是，不管有没有几个团体购买了版权，他们都会把小说改成独一无二的样子。众人真想问问，还不如自己做呢，还拨现金。团队也应该得到它，只是为了保持名气。此外，为什么当正式报道大量收藏时，第一部作品的爱好者会感到失望？这也是因为许多书籍中对传奇和冠军存在的大部分描述都是压倒性的。不死之身，容貌惊人。万一男神和女神不是全个人都保证的，肯定会引起讨论的。固若金汤的周冬雨，开局说不玩大悦，最后却玩出了无双的上古，搞得整个组织都直呼小精灵绝对不是小黄鸭。周冬雨都会得到这样的考核，更何况是最近测试的2个惊人的奇迹。新剧中杨紫和白鹿饰演的职业均来自第一部作品，让人一见倾心的美女。一起看看有区别。杨紫自称豪门逍遥路真容涂山烬尴尬，人品重于外貌。杨紫在长情中分了2个角色，一个是男版的小刘，一个是变回真容的逍遥。在第一部中，对这位高薪公主的画像有无数的刻画。初期重塑少女身时，被描绘成桃花出露般的新人。后期，据说她的人格被揭穿，当她冒险进入高地时，野外的每一个人都来找她。不管怎么说，她怎么也看不出一丝笑意，只是眼底的不安。万事俱备，底下的人还是觉得眼花缭乱。事实上，就在她揭开真面目时，涂山烬还有些尴尬。小瑶很可爱，也很牛逼，说明她不偏不倚。话虽如此，逍遥的美不是传统的，而是带着点小孩子的傻气。她的眼睛像林中的鹿，但她的放肆却冷漠而疏离。这样的设定，显然艺人的演技和颜值更加重要。鉴于已经送出的花絮，杨紫对无罪的理解和呆滞的眼神，她接受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逍遥虽然讨人喜欢，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江雪宁英姿飒爽，白鹿公子脸完美，全是心软浮于表面。如果说逍遥是隐匿在大山里的清凉女神，白鹿在《宁阿如梦》中饰演江雪宁，她是地球上最艳丽的荒谬玫瑰。在第一部小说中，她的眉毛被伤了，檀香唇点朱红，平淡的韵味分明是一贯古风中的高贵模样。更何况，江雪宁既然已经穷尽了成为君主的手段，那么她应该是一个处处富丽堂皇的职业，她的每一个愿望都被满足了。在路透社，这只涂着固体化妆品的白鹿栖息在汽车座椅上，端详着距离。她是个小姑娘年纪，城府这会儿也不是不知情。如此风华绝代的佳人，萧华以萧白花纯洁的容貌，实在是说不通。其实，像白鹿这样五官中等偏大、棱角分明的人，才是最理想的一对。和不知不觉中精彩的逍遥对比，江雪宁清楚地把握住了自己长相的好处，而且以她的容貌，应该更有把握，目的是为了完成她的霸道。事实证明，眼花缭乱的奇迹很难演。假设他们忽略了让公众满意的指导方针，他们会被嘲笑并被迫采取行动。然而，这也是考验艺人和团队的机会。首次出场固定后，更改艺人惊人的最远截止日期的说明。最主要的是演艺人员无可挑剔的解读工作的方式，目的是让观众能够回忆起他。02肖战排名外的 NPC 异界汇聚3星剧集上榜，诚挚欢迎你的加入。新的知名场合愿景会议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这也是可以在年底将每一位不可思议的神灵团结起来的活动之一。
尽管有正式报道的明星，但活动协调员仍在运送材料以供加热、脱颖而出和讨论。世界会的场面基本等同于许久未举办的微博之夜的大修版。以影视剧为题材举办如此盛大的场面，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在重复广电无误的话题。我们应该艺人不要偶像，摒弃流只是假说，回归对创作的第一期望，全力专注于精彩的影视剧创作。话又说回来，经过观察，领主和君主的粉丝投票并没有给冠军带来丰厚的回报。该扼杀的时候坚守，该利用的时候数量众多。这样一来，肖战和他的粉丝最有发言权。讨论的时间过了，后来又出现了2个话题：节目中肖战3个角色的关注量和我的余生，多多指导超贴吧1。这2点很像，就好像他除了要求追评，没有什么可表达的。因此，我不必费心与创作者一起分解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内线导流可以引起现场粉丝的注意。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需要均匀的向上思考。经商后来自工匠的批评是最本能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凭借小雪视频博客的火爆，肖战有效地让视频博客再度掀起了波澜。很显然，小雪那天创业的明星不止一个，发视频博客的明星也不止一个。我亲眼目睹了他在大约2小时的交付时间内超过了2000万个视角，并在不到48小时内突破了4000万个视角。这个速度比之前传送的每一个录音都要快上许多。看来肖战的风格才是大众喜欢的，也让出道8个多月的顾威再次出现在最新人物 V 名单中。肖战工作室的视频博客这段时间不认真，修改也是最严重的。不是为了整理粗心的功课，而是真实的添加了频道视频博客故事的合理性，任何看到它的人都觉得顶流很真实，感受到真实。多部重头戏都在本次世界盛会的节目单上，斗罗大陆如果不嫌麻烦，就以我的性命告诫我吧。是不是紧追不舍点或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流言蜚语，一个个都格外确定肖战这次29号挂的世界聚会。无论如何，有2个实用因素不容忽视。首先是肖战正在录制太阳系，尽管梦幻般的幻想节目的首播时间已更改，但此时间表仍然存在大量漏洞。其次就是肖战过于淡定，时间表快到了看不到尽头的地步，视力受损的可能性也非常高，这种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不管你是否参与，你实际上都有假设。现在的肖战，不管需要什么牵绊他进游戏，不管是同伙还是恋人，在定位之外，其实更像是一个 NPC， 不受正版玩家束缚的人，有效地被带入不同的野外排名，不管是排在基地还是排在第一，这些对肖战来说意义不大。这些练习一般不是必须参加的，你可以决定参加。总而言之，不管你是否受到欢迎，一成都不可否认，协调人和肖战本人都认为，无论肖战是否参加幻象汇聚，唐三、顾威、顾银业的工作都被重点关注和审视，既有对口，也有名气。有艺人肖战的包销就足够了。03斗罗大陆2蓄势待发，肖战再演一个勇敢的女人 ，CP 感更接地气，但不再是男主。后来斗罗大陆被改编成剧，还未传播就差点走红。庞大的 IP 和肖战的担当，引得网友非同一般的关注。节目播出后也是收获颇丰，不过不少网友都觉得肖战和吴宣仪根本就没有 CP 的踪迹，很像夫妻一家。主要是该剧并没有完全还原第1部的主旨，男女主 CP 都没有强项，女勇的演技还是一拖再拖，这也让很多人觉得别扭。眼下《斗罗大陆2》即将开播，勇敢的女人也将被小花周也取代。肖战饰演唐三，周也饰演小五 ，CP 感瞬间炸裂。《斗罗大陆2》的女勇士被周也取代。新晋的周晓华最近也在快速发展着自己的演技。在《少年的你》这部电影中，其实很多人都回忆起他未来的本质，尤其是他在片中对陈念的猛烈抨击，更是让人气愤不已。
周也也凭借电影《少年的你》获得广泛关注，入围第27届华鼎电影奖最佳男配角。这同样是对周也演技刚出道没多久的认可。在电视剧《山水之约》中，周也的性格与变幻莫测的阿香十分契合，阿香一角的出演依旧分外妖娆。最让周也担心的是，他的演技有时会不稳定，让人有些压力。此次他在《斗罗大陆2》中饰演小舞，就职业契合度而言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肖战的 CP 倾向也是非常的强势，值得期待。《斗罗大陆2》的英雄不再是唐三。看过前作的人都知道，《斗罗大陆2》也是《斗罗大陆之大唐玄关》剧情的主人公不再是唐三。《斗罗大陆2》主要讲述了曾经统领斗罗大陆的唐三化神之后，唐氏集团日渐式微的故事。有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叫霍雨浩的小伙子，因为他的母亲被白虎公爵的亲生弟弟戴华斌打了一顿。结束后，他便带着不屑地离开了白虎公爵府，一路历练，进入了斗罗大陆第一学府史莱克基金会进行考核。被唐三看中的霍雨浩是否会肩负起振兴唐氏的大业？所以不管《斗罗大陆2》是否开播，主角都不再是肖战饰演的唐三。大家经常想到的可能是第一季留下的第二个念头，不过也有网友猜测，男主已经不是肖战了，节目还让肖战来曝光，是不是完全是一种捞钱的行为呢？你的思考过程。不过不管怎么说，看到肖战的戏还是很开心的，而且肖战和周也的 CP 满满的，好期待啊！关注管家，不断有新功能。